王一博真正的目标，也许早已不只是国内顶流。从春晚舞台到国际关注，他到底在下一盘什么棋？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变化？这2年，当很多艺人还在拼作品热度、拼综艺曝光、拼流量排名的时候，有一个名字却开始越来越少出现在传统意义上的流量竞争里。但奇怪的是，关于他的讨论从来没有真正减少，甚至开始出现在更多海外讨论区、国际媒体报道、品牌观察名单里。这个人就是王一博。如果我告诉你，现在的王一博也许早就不只是大家熟悉的演员、偶像、舞者，甚至他真正想要走的方向已经不再是国内娱乐圈那条最熟悉的路线。你会相信吗？有人说他开始低调了，有人说他曝光少了，也有人说王一博是不是已经过了巅峰。但如果把过去几年的轨迹重新放在一起看，你会发现事情也许恰恰相反。王一博没有停，他只是开始换了一种方式向前，而且这一次他想走得更远。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聊聊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开始认为王一博正在完成一次身份升级。为什么有人说他未来真正的竞争对手可能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内艺人？又为什么一场春晚演出会让很多人重新认识王一博？视频看到最后，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如果未来5年王一博继续这样发展，你觉得他会成为怎样的存在？演员、国际艺人，还是一种全新的身份？开始之前，也别忘了点赞、订阅频道黎春正，我们一起关注更多关于王一博的最新动态。当所有人都盯着流量的时候，王一博开始做另一件事。娱乐圈有一个很现实的规律，大多数艺人的成长路线其实都差不多。尊敬的各位观众朋友们，看到王一博一步一步走向更大的舞台，也让更多人看到了坚持与实力的意义。如果大家也想顺手支持一下频道的发展，视频下方准备了一些精选好物和周边，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喜欢再带走。每一次支持都是频道继续更新的动力，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爆红、接戏、上综艺、接代言、保持曝光、循环。但真正困难的是，当一个人已经拥有流量以后，下一步该怎么办？继续重复过去，还是重新定义自己？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过去几年王一博的变化其实非常明显。以前大家提起王一博，第一反应可能是舞台、唱跳、电视剧、热搜，但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用另外几个词形容他：稳定、克制、持续输出、专业。这些变化并不轰轰烈烈，却慢慢改变了外界对他的认知。尤其是在公开活动和大型舞台里，很多观众开始发现，王一博好像越来越少依赖情绪输出，反而开始强调表达能力、作品完成度和整体呈现。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艺人走到一定阶段，竞争逻辑会变，真正决定高度的不再是谁更热，而是谁能持续。这时候，能力结构就开始变得重要。有人会问，王一博到底有什么优势？
答案可能不止一个：舞蹈基础、镜头控制、学习能力、执行力，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点，长期主义。这一点其实很难，因为娱乐行业天然鼓励及时反馈，今天红，明天继续冲，但长期积累往往没有掌声，很多人做不到。而王一博这些年的轨迹，恰恰像是在做这件事。于是问题来了，当一个已经拥有流量的人，开始不把流量当终点，会发生什么？答案也许就藏在最近一次引发巨大讨论的舞台里。一次春晚舞台，为什么让很多人重新认识王一博？很多观众看完以后都有类似感受，这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完成任务式演出，而更像一次高完成度舞台表达。在2026央视春晚节目《闪耀动起来》中，王一博与郭富城同台合作，这一组合本身就迅速吸引大量讨论。为什么？因为这是两种不同时代舞台表达方式的一次碰撞，一边代表成熟舞台经验，另一边代表新一代艺人对于节奏、动作、表达方式的理解。很多观众一开始关注的是两个人会不会风格冲突，结果演出结束以后，评论区出现很多类似声音，意外融合，能量很足，王一博撑住了。但真正值得讨论的，也许不是有没有完成演出，而是另一件事：为什么王一博这些年越来越频繁出现在高规格舞台里？这是资源好吗？还是能力决定？如果只是一次，可能是机会；如果持续出现，那往往意味着行业认可。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人开始注意到王一博在舞台上的角色，好像也在变化，不再只是执行，而开始参与理解、表达、呈现。当然，外界关于参与创意深度的讨论很多，其中也存在观点和解读的成分，但至少有一点越来越明显，王一博希望让别人看到的不只是完成动作，而是作品意识。问题来了，当一个艺人开始追求作品表达，他的目标真的还只是国内市场吗？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开始讨论王一博的国际化路线？这到底只是热度，还是方向已经变了？说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说，等等，是不是有点夸张了？一个艺人受到关注，就等于国际化了吗？答案当然不是。真正值得讨论的，从来不是有没有海外讨论，而是一个艺人的能力结构开始适不适合更大的市场。过去很长时间，很多国内艺人尝试走出去，但真正困难的地方并不是语言，也不是曝光，而是适配能力。国际市场到底看什么？有人以为是粉丝数量，有人以为是社交媒体数据，但实际上，长期来看，大家最终会回到几个问题：你有没有个人标签？有没有稳定输出？有没有跨文化表达能力？有没有让陌生观众快速记住你的东西？这些问题放在王一博身上，开始变得越来越有意思。先说最容易被看到的一点，舞台语言。舞蹈其实是一种天然跨语言表达，观众不一定懂中文，但能看节奏、看控制力、看情绪。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国际艺人始终强调现场能力，而王一博恰好有一个特点，他的很多优势并不依赖台词、动作、节奏，
镜头感这些东西，在很多市场里都成立。再看第二个维度，学习能力。这些年，很多观众发现，王一博公开表达状态开始越来越自然。这里说的自然，不是指说得多，而是表达节奏越来越稳定。这种变化容易被忽略，但其实很重要，因为真正成熟的艺人，表达从来不是输出数量，而是控制信息，什么时候说，说多少，留下什么印象，这些能力往往决定职业上限。所以你会发现，越来越多人开始讨论一个问题：王一博未来会不会进入更大的舞台？当然，这里必须说明，目前外界关于很多国际合作、商业规模、海外邀约数量，都存在大量讨论和推测。公开可验证的信息并没有完全覆盖所有说法，但有一点无法否认，关注范围正在扩大，这是趋势。于是问题来了，如果王一博真的开始进入下一阶段，那他最核心的竞争力到底是什么？流量、资源，还是别的东西？很多人第一反应会说，当然是流量。但我反而觉得，真正决定王一博走多远的，也许根本不是流量，因为流量会变化，热度会轮替，但有一种能力会不断累积，那就是把基本功练成底层资产。而这一点，可能正是很多人低估王一博的地方。真正拉开差距的，也许不是天赋，而是王一博最不容易被看见的那部分。很多人喜欢用一句话评价艺人，他有天赋，听起来像夸奖，但有时候也是一种误解，因为当大家把成功归因于天赋，往往会忽略背后的投入。王一博这些年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恰恰是重复训练。重复真的很难，观众看到的是3分钟舞台，但背后可能是很多次调整，镜头、动作、节奏、体能、状态，这些东西不会自动出现。很多艺人到了稳定阶段，会开始寻找安全区。但有意思的是，王一博给人的感觉更像不断增加难度，尝试不同身份，尝试不同表达，甚至主动接受陌生领域挑战。尊敬的各位观众朋友们，看完今天的视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王一博再次惊艳到呢？如果喜欢今天的内容，也欢迎顺手支持一下频道。视频下方有给大家准备的小推荐，有需要可以看看。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为什么？因为一个艺人成长到后面，真正竞争的已经不是别人，而是惯性。很多人会停在舒适区，因为安全。但舒适区往往也是上限，于是王一博开始做另一件事，降低重复，提高跨度。很多观众可能没有发现，这些年大家讨论王一博的时候，关键词已经悄悄变了。以前帅、人气、热搜，现在专业、自律、突破，这些词变化的背后，其实代表认知升级。当观众开始关注过程，说明艺人的价值开始改变。但故事到这里，真正的问题才刚刚开始，因为任何成长路线都一定会遇到质疑，而且越往上走，质疑越大。那么当王一博开始跳出大家熟悉的轨道，外界到底怎么看？有人支持，也有人不理解，甚至有人开始提出最尖锐的问题：王一博
是不是已经不需要证明自己了？还是说，真正的证明现在才刚刚开始？当争议越来越多的时候，王一博到底在证明什么？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如果王一博已经拥有知名度、作品、商业价值，为什么还要不断突破？保持现状不好吗？这个问题其实非常有意思，因为娱乐行业有一个现象，越往上走，选择往往越少。为什么？因为所有人都会希望你继续复制成功，观众喜欢熟悉感，市场喜欢确定性，品牌喜欢稳定，于是很多艺人最后会进入一种循环，重复过去，不断消耗曾经的成功，短期有效，长期危险。因为观众会变，市场会变，只有人停在原地。所以真正困难的从来不是红起来，而是红了以后还愿不愿意继续成长。这也是很多人开始重新观察王一博的原因。过去几年，关于王一博的讨论其实一直存在两种声音，一种声音认为王一博已经成功，不需要再证明；另一种声音认为真正的挑战才刚开始。为什么？因为越往后，观众看的不再是热度，而是厚度，有没有持续输出，有没有稳定能力，有没有不断刷新大家的认知。而王一博这些年的路线恰恰越来越像后者。很多时候，大家容易误解一个问题，以为转型意味着放弃过去，其实不是。真正成功的转型，从来不是否定以前，而是在原有优势上增加新的能力。所以如果重新观察王一博，会发现一个变化。以前别人介绍他的时候会说演员、歌手、舞者，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说综合型艺人，甚至开始讨论创作者。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家开始期待的不再只是出现，而是表达；不再只是完成，而是创造。这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因为创造意味着风险，意味着会被比较，会被放大，会被质疑。尤其当一个人已经站在高位，每一步都会被讨论。但反过来想，如果所有人都害怕变化，行业又怎么会前进？于是问题来了，如果未来几年王一博继续保持这种节奏，继续尝试新的表达方式，继续扩大作品边界，他会变成什么样？有人说会成为国际型艺人，有人说会成为更成熟的演员，也有人认为未来真正值得期待的，可能是王一博还没展示出来的部分。因为很多成长从来不是突然发生，而是提前很多年埋下伏笔。这也是为什么当很多人还在讨论排名的时候，王一博的讨论开始慢慢转向能力、方向和长期价值。这种变化也许比一次爆红更值得关注。但这里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也是今天最想和大家讨论的问题。如果未来有一天，大家不再首先用流量艺人定义王一博，而是用另外一种身份去认识他，那会是什么？答案也许已经开始出现。真正厉害的不是一直站在高处，而是不断重新出发。回头看王一博这些年的变化，其实很有意思。有人看到成绩，有人看到舞台，有人看到资源，但如果把这些都拿掉，剩下什么？也许剩下的是一种职业态度。不急着解释，
不急着证明，继续做，继续积累，继续前进。这种方式不一定最热闹，却往往走得更远。从舞台到影视，从表达到突破，从熟悉领域到新的尝试，很多人开始发现，王一博最特别的地方，可能不是永远领先，而是始终在更新自己。今天的王一博，也许已经不只是一个名字，而像一种成长路径，提醒大家，真正的竞争从来不是和别人，而是和昨天的自己。当然，未来会怎样，没有人能提前下结论。市场会变，趋势会变，观众会变，但至少到现在，越来越多人愿意继续关注王一博，并不是因为过去取得了什么，而是因为大家开始期待下一次王一博又会带来什么。所以，最后也想把问题留给屏幕前的大家，如果让你用一句话形容现在的王一博，你会怎么说？你觉得未来5年，王一博会走向哪里？欢迎把你的想法写在评论区。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别忘了点赞、收藏、订阅频道黎春正。你的每一次支持都会成为我们持续更新的动力。这里是黎春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这期时事通信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来活力。再见。